凌晨5点，中国西部唯一的沿海省会城市南宁，从睡梦中苏醒。作为连接东南沿海与西南内陆的重要枢纽，南宁成为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首个开通地铁的城市。南宁的轨道交通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里正在建设的是南宁地铁5号线。扭矩现在有点大，把这个推力先强一点。一张南宁城市交通网正在他们手中编织成型。这个称作盾构机的庞然大物是当今地下隧道工程的高端装备，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穿山甲。此刻，它正在穿越南宁的地下软土向前掘进。南宁的地质状况比较复杂，这让盾构机成为建设地铁隧道的制胜法宝。盾构机是一种专门用于隧道掘进的工程机械，它前端的刀盘上布满坚韧的刀片，不停旋转切割，啃掉泥土和岩石，残渣自动传输到渣土车上运出地面。与此同时，它还能对刚刚掘进成型的隧道内侧进行注浆和安装管片。随着这个庞然大物的推进，一条完整的隧道一气呵成，施工效率是传统人工暗挖的8到10倍。当盾构机在南宁的地下穿山越岭的同时，远在2100公里外的大连，一项重要的穿海工程正等待着盾构机大显神威。大连湾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海湾，以盛产海鲜享誉海内外。在这片平静而又繁忙的海域，几乎没有人知道，在海平面的下方，一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大连地铁5号线全长24.5公里，南起虎滩新区站，北至后关村站，其中火车站到梭鱼湾南站区间线路全长3310米，下穿钻石湾海域段2310米，但就是这短短的2公里多的长度，在建设者的眼里却是超级穿海工程。是一个地铁的海底隧道，就跨海的。大连这个地方正好是有一段灰岩，在这段灰岩中隐藏着172个溶洞，最大的高达25米。当数百吨重的盾构机穿越这个区域时，岩层承受的压力相当于在一只蜂窝上站立2个人。坍塌事故随时有可能发生，地形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管片平方角度-0.5，-0.5，收到回话，收到回话。收到。我看这个收到没完，5个。电力参数仪总共几个？6个是吧？6个。对，6个电力也收到了，6个电力参数也收到了。无经验可循，无工程先例，任何一个环节的出错都会带来
生命危险。它因为是跨海嘛，就是施工风险高，就水土压力比较大，所以说它考虑了减低施工风险，把这个管片的直径扩大完之后，然后用一台盾构机去进行施工。经过科学论证，最终确定通过量身定制一台12.26米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进行过海段盾构施工。现在设备基本上快组装完成了，马上进行联调试阶段，就是调完之后，也就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要拆机运到去大连到我们大连地铁5号线去施工。为了让盾构机在海平面下安全可靠的掘进，施工人员开始了对海底溶洞的填充注浆工作。测土下来有多少米了？现在呀，啊，现在刚下2节。刚下2节，还没有到那个淤泥海底呗？没有点大的10多米的。咱目前的工作就是对这些岩溶进行一个加固处理，就是保证大盾构在推进的过程中，它这个长子面包括凸起一个均匀，再一个保证那个溶洞里边那个填充物密实。注浆工作即将完成，量身定制的盾构机也开始下井安装。这个巨大的钢铁穿山甲开始了它的穿海之旅。这么庞大的盾构机要想操作好它，却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当盾构机在地下轰鸣时，地面上正有许多人在全神贯注地观察着，通过各种仪器在控制着它的一举一动。在大数据时代，只有通过大量数据的综合分析后发出指令，才能完成盾构机在地下的每一寸掘进。我有个集中的一个云平台，所有的数据能够把它收集到。那么你要用的时候，你就根据把你的条件啊，您的一些地理条件啊、设备条件提出来之后，可以在这个大数据里面，它帮你做计算分析。有一个名词智慧工地，包括我们的管理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远程监控，是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来用于这个现场的管控。以后发展的话，就像我们的无人驾驶一样，我们的汽车一样，应该来说也往这个盾构施工的这个，特别是盾构操作的话，也可以往无人驾驶这方面进行发展。大数据监测让施工变得更加智能，也更加安全。盾构机是地铁隧道建设的开路先锋，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地下，每天都会有上百台的盾构机在同时掘进。盾构机与隧道技术的日益成熟，为地铁建设插上了翅膀。就在大连海底隧道工程开工的同时，青岛地铁1号线过海区间圆满贯通，隔海相望的青岛与黄岛终于结束了青黄不接的历史。盈盈一水间，城轨相通连。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需要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尖端技术、科研团队的智能研发。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集研发、设计、制造、试验和服务于一体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体系。除了地铁之外，多种制式的轨道交通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城市轨道交通穿山越海，穿沟越壑，在各种复杂地形地貌中变换着身姿。
作为西部大开发重要的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连接点以及内陆开放的高地，重庆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重庆依山傍水，嘉陵江和长江如丝带穿城绕山而过，城在山上，山在城中，重庆被形象地称之为山城。独特的地理地貌让重庆别具特色。3、2、3、4、5、6、7、8，开头6、7、8、3，好的。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的龙吟，是一名舞者，也是重庆群艺馆的老师。今年33岁的龙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庆人。从小到大，他见证了重庆轨道交通变化的点点滴滴。我出生于80年代，然后那个时候重庆没地铁，也没轻轨。小的时候有那个便字的，就俩小辫儿的那个公交车是电车，然后是2路汽车。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在沙坪坝读书嘛。然后要到解放碑，那时候叫进城，然后坐那个2路车，坐很久很久，估计得1、2个小时吧。和龙吟同样感受着重庆城市轨道变化的是刚刚退休离开部队的新闻媒体人黄庆。在重庆生活了近20年时间，轻轨刚开通的是2号线最先开通呢，我就坐的从荔枝坝那儿坐到动物园，很多人有座，大家也都不坐，都扒到两边的扒到窗边看风景。我也一样。现在对重庆市民来说，我估计立了轻轨，可能是就像我们没有手机了、没有电了一样。这里是位于渝中区长安寺的长江索道，横跨长江至南岸上新街。它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跨江客运索道，被誉为万里长江第1条空中走廊，已经运行了30多年。今天，龙吟要带着他的学生们乘坐长江索道，亲身体验一下当年过江的交通工具，感受这座城市的交通变迁。重庆的长江索道曾经是重庆人过江的重要交通工具，现在它已经变成了重庆著名的网红景点之一。取而代之的交通工具是地铁和单轨，索道从交通工具变成观光景点，归功于城市轨道的快速发展。退休后的黄庆会定期约上3、5摄影好友拍摄重庆的轻轨。这么早就到了。张春华是黄庆的徒弟，在当地也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摄影达人。每条轨道通的我都要拍摄的，包括这个现在我们通的6号线，包括这个东水门长江大桥，地下那个轨道刚好就是在这个洞子里。3次，就是你带他们聊天。我看见，你也没下车是吧？我也没下车，
抬轻轨嘛，哎，对，台阶。喧嚣中有宁静，宁静中有牵挂。他们生命里的每一天，都在和城市轨道发生着关系。在一节节流动的车厢里，有时上演着爱情，洋溢着幸福；有时也展示着孤独，流露着悲伤。都市的多彩生活在小小的车厢里轮番上演，城市轨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早在30多年前，在重庆建设城市轨道是很多人遥不可及的梦想。仲建华是重庆轨道交通的掌门人，进入这个行业已经30多年。30多年里，他只专心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建设重庆的轨道交通。重庆因为是个山城，修道路条件都不太好。你看现在重庆的道路都没有像北京这样宽的大马路，它都是马路它就是依山而建，然后盘山公路。重庆市区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自行车和摩托车在这里极为少见。在城轨出现之前，公交车就是这座西南地区最大工商业城市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承受着极大的运输压力。如今，重庆的城市轨道已经编织出一张巨大的交通网，单轨则是这张交通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让轨道交通能够落户山城，仲建华对世界各国制式的轨道交通进行了近10年的调研。2号线这个线路呢，它是靠在江边运行以后就要爬山，上山的这个坡度是50%就是1公里要提升50米，地铁是办不到的。通过论证，跨座式单轨成为了建设重庆城轨2号线的最终选择。跨座式单轨就是根据单根轨道梁来支撑和导向，车体骑跨在轨道梁上运行，具有投资少、周期短、占地面积小、转弯半径小等许多优点。要进行科研的评审，专家从各地到重庆来，一看这个重庆要上单轨，在全国都没有单轨，那个时候对单轨系统大家还不太了解，但是一看呢，除了选单轨以外选地铁这些它都不合适，因为坡度也爬不上去，然后这个转弯半径又小。世界上第1条跨座式单轨铁路线诞生于1888年，是由法国人查尔拉里格设计，由蒸汽机车牵引，载客量虽小，但这种立体交通和当地环境融合得很好。100多年后，中国也开始了对跨座式单轨技术的探索。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对比，成功攻克3大核心技术：轨道梁桥技术、道岔技术和转向架技术，让单轨落户重庆。如今的单轨列车已经成为重庆的特色景观，轨道的四通八达，让山城人出行便捷，也让游客尝遍美食。进来喽！
李子坝凉山鸡是地道的重庆味道，店面不大，但生意兴隆。大作还没出来啊，帅哥。我们这个店呢是下雨天也排队，大天也排队。我们经过测算，轻轨的开通对我们店的人流量的增长大概提升了20%到30%。在距离李子坝凉山鸡东边200米处，这座看似普通的居民楼，却是全国的网红建筑。李子坝站马上就要到了。李子坝轻轨站被称为最魔幻的车站，城轨从楼宇中呼啸而过。请司机注意，谨防冲站。每天这里都在上演城轨穿楼越鹤、空中飞驰的好戏。城轨穿楼，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每天300多趟的列车来回楼中穿梭，这让人们不禁担心起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噪音真的对他们没有影响吗？周浩刚，私企企业主，乘坐轻轨出行对他来说是最为便利的。在他家的楼下便是李子坝轻轨站。这是我家。轻轨对于我们那个居住的那个影响的话，可以说一点儿都没得，基本上没啥子噪音的，没得那个滨江路的那个汽车那个轮胎发出的那种声音大。单轨列车的穿山越鹤早已成为重庆的名片，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单轨列车高速行进时，悬挂在轨道梁两侧的接触网在不间断地为列车提供电能。汇流排是接触网传输电能的主要部件，如果它出现任何问题，就会直接影响到列车供电。形象地说，单轨列车的轨道就是一条高速车道，路面有任何险情，都可能造成车毁人亡的灾难性事故。深夜12点30分，在2号线所有的运营车辆停止运营后，维保作业队的队员们开始了繁忙的工作。这个团队已经跟轨道打了1700多天的交道，被称为重庆轻轨的守护者。今天，队员们前往李子坝站，要对部分磨损严重的汇流排进行更换。在这个施工车里，7名精神抖擞的夜精灵正在与时间赛跑。施工时间仅有短短的4个小时。凌晨1点，施工人员抵达施工作业点。作业车平台长5.5米，宽0.8米，更换工作将要在这狭小的空间中操作完成。时间在1分1秒的过去，此时的重庆，即便已经是深夜凌晨，但室外的温度依然高达40度。精细的操作和难耐的高温都极大地考验着施工人员的耐心。凌晨4点，施工人员在上紧最后一颗螺丝后，顺利完成
着建设者们励精图治的奋斗勇气。盾构机的自主研发成功，加快了中国城市地铁路网建设的步伐，跨座式单轨技术的突破，给中国中小城市的轨道交通带来福音。电气化设备的快速创新，为城轨安全运营提供了重要保障。正是无数的工程科研技术人员和建设者，让中国制造变为了中国创造，突破了多个世界级难题，创造了多项工程奇迹。对许多人来说，开通城轨就是开通幸福的新生活。在这一趟趟幸福城轨开往的地方，将会散发出怎样的魅力，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敬请收看5集纪录片《中国城轨》第3集《魅力》。